我的朋友，总统办公室是网红打卡总统大楼，马来西亚马丹尼，他这样录着都不行，哈，好漂亮。这不是最大的，女生是不能进的。那廉政公署有廉政公署，有国廉政。压力比较大，真的很羡慕。今天我们要去那个粉红清真寺，然后我一个当地的马来西亚朋友来带我们去，他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是 Sin 我的朋友，马来西亚当地人。谢谢，太好了。然后他今天带我们去那个粉红清真寺。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星，欢迎我来到星星绕地球。今天我们终于正式的出去打卡那个吉隆坡的第一个景点粉红清真寺。今天终于出行了。今天主要是有我爸爸妈妈，然后还有 Sin， 我在马来西亚当地的第一个朋友。来 Sin， Hello 然后今天他带我们去那个粉红清真寺，一会儿见。我说我想吃马来西亚当地菜，然后让他们给我推荐，然后他们说这里有3种，马来选、Indian 马来选，还有 Chinese 马来选。马来人就比较多，就是很高油啊这些。哦，这反而比较不健康。椰浆啊，这对。就黑乎乎的，跟印度菜蛮像的，我看他们。印度也是咖喱为主啦，咖喱为主。还有一个凉惹好像不是不是你说那种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菜哦，凉惹好像也是华人的背景。凉惹它是，就是说很久以前就是中国来经商嘛，就郑和时代啊那时候，他就是过来的华人跟本地的女子结婚，就变成凉惹了。欢迎大家扫图片上的2维码，加入我的东南亚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动哦。既欢迎在考虑退休、海外旅居或投资之类的观众，也欢迎东南亚当地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交个朋友哦。现在到了，所以你帮我介绍一下啊，就我后面这个绿色顶的这个绿色顶的总统办公室啊。哦，这个绿色顶的是总统办公室。对。哇，它也是清真，像那种清真寺的哈。然后我后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粉红清真寺了，是网红打卡景点，它的那个出片率特别高哦，真的好漂亮，好粉红少女心。我妈妈现在已经在这个算你们的总统大楼这里，帮一对夫妇拍照了，是我妈妈国际化，好国际化。你看我爸就笑着看我妈。哎，你们这个政府大楼好有特色哦，这是现任政府的口号。哦，马来西亚马丹尼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怎样说呢？这粉红清真寺，他基本上是说马来人就是也全部种族的。哦，对，我爸爸说马来西亚的国旗跟那个美国国旗非常像。是的，是非常像星条旗。中间的星星有13个角，就是代表我们13个州咯。月亮就是基本上就是回教的那个穆斯林的 symbol 那个代表。他男生禁止短裤，女生要禁止短衣露发，所以我这个头发这样露着都不行。是，你看，结果这里都需要这个袍子。我最初以为我是 OK 的，结果现在还是要披袍子。你看在这里他就发给你这样一个袍子让你穿，真的什么都要包得严严实实，女孩子连头发都不能露出来。我还以为只是不能穿短袖短裤。还是不行。好了，进去了。OK，let's go，let's go。所以必须要穿这种小红帽的袍子。哦，对，现在我们就这样进去了。哈，是清真寺还好漂亮。这边不能穿鞋，甚至于头发都不能。这边你看，不仅不能穿鞋，哇，头发已经好乱，头发也不能露，所以必须要穿这种小红帽的袍子。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
这个样子，要准备往清真寺里走。我妈妈在后面不停地拍照，然后鞋子就是放在这里的一排放鞋的区域。然后现在它这里面像在做弥撒一样，在有歌声，看到这就是传说中的粉红清真寺了。哇，这里面好冷。你看这个，好漂亮！看它的这个穹顶，这个里面它都要求你不要高声喧哗，所以我们要很小声的讲话，这是它的礼貌。然后也要注意有些手势不要做，因为可能侵犯他们的宗教信仰。你看这个穹顶超漂亮，能拍得到吗？哦天哪，帽子，头发已经全乱了。带你看一下这个穹顶，你可以用，好漂亮。这个历史没有那么久。哦，你说这个清真寺的历史没有？这些都是几千年。这个城市蛮新的啦，不久。但是很漂亮，你看它的色彩。20多年的城市。哇，你看这个穹顶的色彩真的还是很漂亮，因为它是粉红色的。有时候他们一天会诵经蛮多次。哦，他们就是最接近凌晨，那个是6点。哦，他们有几个时间哈？因为他们都是用这些播音器。说你最早的6点，你一听他们念就是知道6点了。哦。所以因为我们听惯了，我们都不会知道。加上游客过来，你们就很清楚会听那个6点钟的时候。这里只能露出2个眼睛。好。OK， 刚才你爸爸问了，这间是不是最大的？这间不是最大的。可是不是每一间回教堂它都给游客进入，只有这间会比较给人参观。但我看到还有一个蓝色顶的，也是蛮有名，好像叫做你们的中心清真寺还是中央清真寺，有个蓝色的，还有一个什么花瓣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们这有4大清真寺都是给游客开放的，有4大。对，4大罢了。因为真的回教堂不止那么少啊，很多的，只是不给游客开放哦。这个不是最大的，但它很有名，因为它的颜色。这些的就是穆斯林，不是穆斯林，他们分得很清楚，就这个。这一家比较有名，主要是因为它的色彩很浪漫，是粉红的。就唯一一个在水上又是粉红色的。这是这个回教堂的外面，这叫回教堂吗？这是叫回教堂吗？回教堂哈。女生是不能进的，回教堂，知道吗？你知道？哦，那我刚才不是进去了吗？我们是游客，所以他开放这些可以。他如果是说穆斯林，他有分男的可以进，女的也不能进。哦，是这样的，就是它是分开的，它是建在水上的，所以说特别的梦幻，特别的美。这里的景色就很美。然后那边就是他们的总统办公的地方，绿色洋葱头，他们说当地人叫这里洋葱头。晚上有，来，爸爸，我陪你走一圈。爸爸，你走路很慢哈。他们在讲马来西亚的那个廉政公署反贪的情况。清真寺的对面，感觉这个粉红清真寺的对面都是它的核心的政府地带哦。你说这一带吗？你说这一带？原本我们的旧的政府部门都在另外一边，就很不起眼的了。就过后他就策划丢了很多钱，就把这里打造，连打造出来，就连双峰塔也是他。也是他那他策划的，对。那他这个就是吸引游客呀。对，吸引游客必须这就是他的愿景啊，他在位的时候的愿景，所以他做的事。所以吉隆坡是很有名的旅游城市啊，而且它感觉是好像是东南亚现在排名第2，就在那个新加坡之后。现在中国人蛮喜欢过来的。对，这边压力比较大，有点像香港。东南亚最好玩的地方还是泰国，因为泰国每一年我也是觉得，会有些策划。泰国是纯旅游国家。可是泰国虽然是好玩，可是我觉得它有它的隐忧啊。因为我过去工作。你是常去哪个城市？Bangkok 吗？哦，我觉得曼谷东西好好吃啊。他们在讲这边的春节，
特别的传统，在马来西亚的春节很有意思，所以我也打算春节再来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边的农历新年。就是要这个吵闹，就没有一点生气的，就在家里。老实讲是很热闹的。他们刚才说到那种春节的，在马来西亚那种热闹的春节的传统的华人的氛围，我真的很羡慕，因为我们家就是好像。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我很小时候，奶奶在世的时候，还有所有的亲戚能够聚在一起。奶奶就是一直都不沾凳子的，就一直像流水席一样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然后小孩子各种玩闹，吃好吃的得压岁钱，然后兄弟姐妹出去买鞭炮，然后回来玩，然后他们大人聚在一起拉家常，然后帮着奶奶做饭，然后特别热闹。这样的记忆只在我很小时候，小学以前，小学的时候，可能甚至小学以前吧才有。然后之后奶奶过世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氛围了。现在我如果回国跟我爸妈过春节，只有我们3个人，他们可能看个春晚，然后没有那种就是那种热闹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的一个大家族的氛围了。所以真的很羡慕，希望这一次能在马来西亚跟着当地的华人重新体验一次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温馨的这种家庭的感觉，让我漂泊的心有一点点温暖。因为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会有一些孤独的，希望感受那种大家庭的温暖，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一直在国外嘛，其实一直没有感受过这一份华人的春节的传统文化，这一次特别想感受一下。然后这个粉红清真寺我们也差不多逛完了，它其实不大，然后我们准备把小红帽的衣服脱了，然后晚上去一下这边最大的一个夜市，叫康乐夜市，然后一会儿见呢。也谢谢观众朋友们今天陪我一起看了这边的粉红清真寺，咱们未完待续。记得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的视频，鼓励我哦，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留言，也给我 idea， 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去体验这里最棒的马来西亚的生活，在这边躺平享受生活。拜拜，咱们下期见。